太白和三绿2:1啊，跟牙膏粒一样的太白挤2下，三绿呢挤1下啊，跟小黄豆、小牙膏粒一样的啊。然后1滴鸡末，4勺水啊，记住了吗？对，管理员帮我记下颜色啊，1滴鸡末4勺水啊，1滴鸡末4勺水。好，刮干啊，刮干，这还有点鸡末。对，加了鸡末之后就不怎么晕水了，不晕水。加完鸡末之后它就不怎么阴了，那是真的。就是阴的这个情况没那么厉害，没有那么厉害啊。就是可以解决大家一个会阴水的一个情况，会解决的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太白和三绿，是这种淡淡的绿色，其实看不太见的啊，颜色比较淡，一点点淡淡的绿色啊，淡淡的绿色。然后呢，我们调我们的紫色或者是玫瑰红啊，就你们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玫瑰红。那我今天呢，一开始给大家用一个紫色的吧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紫色的你就用紫色，你有玫瑰红你就用玫瑰红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说我上下2个并排着写，你任选其一即可，任选其一就好啊，任选其一就好。我用的是紫色，一个小黄豆那么多啊，一个小黄豆粒儿那么多，知道吧？而且我们在这个，你看调色的时候咋调的？你看啊，毛笔放在这儿，你看，调色非常的重要啊，近距离看一下调色，拿出来一点调，这样能看清楚吗？调色呢，大概是调2/3就够了，2/3。你看，搅拌啊！看到了没有？这是调色，调什么颜色？调紫色。你看啊。这样你整一个花瓣呢，就有一个淡淡的紫色了，明白了吧？一层淡淡的紫色啊！刚进来的家人先帮主播点赞点起来，谢谢。对，刚进来的先帮我点到1万，谢谢。好，淡淡的紫色啊，淡紫色。然后呢，我们调曙红啊，这个是曙红啊，曙红。也是一个小黄豆粒那么大，也是一个小黄豆粒那么大啊，小的不多。然后你看曙红怎么调，也这样，你看调到整一支笔的多少，1/2就够了。你看，当你的曙红混着我们的紫色的时候，它就会呈现出玫瑰红的颜色，能理解吗，家人们？你看，也是这样平调。看到没有啊？慢慢的平调，然后检查一下咱们整一个笔啊，有没有严重脱节，什么地方特别红的没有吧？就是一溜，感觉这个颜色由深入浅，来看一下曙红的，你看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你看调完曙红的花瓣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这种月季花的花瓣颜色，对不对？像不像？像那种欧月啊，像欧月的这个月季花的颜色，是不是有点像啊？然后加我们的胭脂一点点啊，还好，一点点胭脂啊，一点点胭脂。就是红色呀，大家调很容易，很多人调的时候容易把它调俗了啊，调俗了。就什么叫调俗？就很红一大片啊，来了，就不用调的一大片啊，一大片都是这种很深的颜色啊。然后看一下。笔尖蘸一点啥？你看啊，补点水，加点曙红，也用的小支。对，我毛笔用的是小号的，蘸一下胭脂，它小号的就出锋5.2了，蘸一下胭脂啊，一点点胭脂，在笔尖儿，看到没有？一点点。好，试一下颜色，点，是的，
是的，管理员，哈哈，1、2、3啊，好久不见。你看，对，今天是基础的，你看这样是一个单瓣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单瓣1、2，单瓣啊，1、6的配色就出来了，听懂了吗？听懂打个1啊，这1、6的配色就有了啊。钛白3绿紫色曙红，胭脂啊，胭脂，听懂配色的打个1。好萌的毛毛，他喜欢睡呢，让他睡吧。对，能够听懂的就打1波1啊，能够听懂的就打1波1啊。二宝喜欢墨香，他睡了已经。然后你看一下，欢迎二宝，可以听懂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的。你看，我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。你看啊，我们一般情况下画一个花心儿，就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。对，我们一般情况下把它换为1、2、3、4、5，共划分为5个花瓣。那么这5个花瓣分别为1花瓣在这儿，1号花瓣在这儿，2号花瓣在这儿，5号、4号、3号就微侧一点。你看，咱把它分成1、2、3、4、5，花瓣要怎么用笔啊？看过来，这个花瓣的用笔咱们是怎么用的啊？你看好喽。首先我们笔啊，再来调一遍色啊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啊，要耐心一点，因为调色是比较麻烦的。但是呢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，蘸一点咱们这个曙红。觉得笔很干，可以加点水，再加点曙红啊，加点曙红。然后笔尖呢蘸一点点的胭脂，蘸一点点的胭脂啊，它就是不出来，它就喜欢待在里边。好，大家认真看啊，一共分为1、2、3、4、5。那你看，我把一个花瓣分为几部分？一个大花瓣共分为4笔，1笔、2笔、3笔，对不对？一个花瓣我们把它分为3笔来完成，共分为3笔来完成啊。首先我们完成这个花瓣，首先完成啊这个单瓣。单瓣是咋用笔的啊？你看，像我这样啊，你把这个毛笔啊点，看到没有？笔这样推过来，你看，推一下，你看挪一挪，然后笔拿起来，听懂了吗？听懂没有？轻轻的挪一挪啊，笔拿起来。带一个小边，能够听懂也打个1啊。对，今天晚上我们主讲这个基础花瓣啊，基础花瓣啊，认真的听啊，认真听。就是这个，我把用笔给你们简化到最精简了，把用笔给你们减到最少，不滚不拖不拉，笔轻轻一按即可，好不好？笔不拖不拉，轻轻一按就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一半。你看这个地方咋画？你看啊。笔向这个地方，你看，点再过去小一点儿，你看，拿回来，学会了没有？定一下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出来了？然后你看这个小边边上再定一下，你看从外到内，按一下，是不是一个小花瓣就出来了啊？对不对？你看，是不是就有啦？然后呀，笔尖蘸一点淡淡的曙红啊，你看这不是有一些小缝吗？你看给它加一加就行了，你也可以不加啊。看见了没有？这样一个，那1号小瓣是不是出来了啊？能够听懂就打打1啊。1号小瓣是不是就出现啦？然后你看这个横过来的这个侧瓣，它是侧过来的啊。你看我的笔是咋用的？蘸一下我们的紫色。蘸一下咱这个曙红，蘸一点点胭脂啊。你看这个侧瓣是咋画的？它是一个直接斜过去的，是不是？那你看笔像我这样，你看笔尖对外面，对外，你看点，按一下，你看多按2下，你看到没有？轻轻的给它按2下，是不是一个花瓣就出来了？就这样，你看点按一下，2下，3下。是不是一个小单瓣就有了
啊，我把镜头拉近一点啊，对吧？听到了啊？对，听懂了。这个能听懂啊？好，继续的，我们再画一个什么呀？朝下的瓣啊，朝下的瓣。咱们一个一个讲啊，一个一个讲，因为你要把每一个小花瓣都要画得很精致才很漂亮，明白了吗？调点紫色，每一个瓣都要力求精致才比较好看啊。那大家先给主播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。如果你有玫瑰红呢，底色就使用玫瑰红；你有曙红呢，底色就使用曙红，一点点的胭脂，一点点，不要多啊，不要多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画一个这种朝上的瓣啊，朝上的瓣。你看咱们这个朝上的瓣是怎么画的啊？你看，笔尖定一下，你看停，推一下，停，拉回来，带一个小边啊。你看左边右边，左边来一笔，点回去一下，带一个小边儿。右边点一下，回一下，加一个小边啊，是不是就出来了啊？对，一半一半能听懂就行啊。它是一半一半的侧瓣啊，就出来了，是不是一个小侧瓣？填一填啊，哎，完成，是不是一个小侧瓣就有了啊？这个小花瓣我们是朝上的啊，这个花瓣咱们朝上啊，咱们朝上。你用色呢，可以像我这样用色稍微薄一点啊，稍微薄一点用色都没关系啊，不用太深啊。对，继续啊，放大镜幕会比较亮点哈。你看还是一样，笔尖，你看笔尖在上，笔尖朝上啊，你看点按下来，哎，再按一下，你看分几次给它按，你看按，哎，翻一下，是不是一个小花瓣又折起来了？颜色不是很浓的小瓣是不是又出来了，叠起来了？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颜色不够深，那没关系，用胭脂去叠一下，你看，是不是这个花瓣就有了？一个朝下的花瓣，其实把它们俩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啊，完整的一个上下的叠瓣。然后我们画一个横过来的小瓣啊，和侧过来的小瓣。不好意思啊，宝啊，你看画一个横过来的瓣啊，横过来呢，我们这个花瓣，一般我们的什么？我们横过来这种主瓣都比较大，能理解吗？啊，一般这种横过来的主瓣它都比较大，就是我们横过来的主瓣它都比较大啊，比较的大。蘸一下我们的曙红。就是猫咪在上面，对，就是我们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有一个主页里的照片，就是它呀，对，这个就是二宝，对，它很听话，你在那画，它也基本上，它很听话，反正这个就是二宝，今天会在课程里会的，会的，然后看一下这个花瓣咱们朝上的啊，朝上咋画啊？你看。你看朝上的就是这个笔啊，朝下面啊，朝下面，不会的，它已经那啥了，但是它还是很听话。点，你看，推，看到了吗？推过来，停一下。你看啊，注意高低两边。你看这边，看见没有？咱们这个，我刚才说了，咱们这个下面的横瓣要画的比较大。你看，它已经那什么了。是不是啊？横过来的花瓣得画的大一点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一个朝下横过来一个大瓣就出来了？能听懂吗？记得我们在选择画大花瓣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朝下的瓣要比较大。没有，它不绝育啊，不绝育。就给它找配就行了，给它配好就行啊。蘸一下紫色，给它配好了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这个终身大师经常都在操心的。
你看是不是这个小瓣就出来？记住了啊，下面的主瓣一般都比较大。然后呢，笔尖朝哪里？朝下边。你看笔尖咱们朝下边，你看啊，点往上按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按一下啊，再按一下啊，你看，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一个花瓣就横过来了？这是一个朝下的，你看，朝下的花瓣啊，花瓣画的比较大。最后呢，就是朝右的啊，朝右的，好不好？给我用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你。然后我们画一个啊，朝右的，左右啊，你看，朝这一边的啊，朝右边的啊，朝左边的啊，朝左边的花瓣是咋画的啊？笔蘸一下白颜料，笔蘸一下白色颜料，然后蘸一点我们的紫色啊，蘸一点紫色。你看调色，一定要你看充分的把这个色揉进去，因为它是一块底色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因为我用色用的不是很重啊，家人们，哎，我用的色不是很重，不是很重。上课会比较慢，上课会比较慢，但是你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我建议你们也慢一点。上课的时候会比较慢，因为要讲到听懂啊，太快了，有的人可能他跟不上啊。好，画一个侧瓣啊，侧瓣。上课是力求每个人能听得懂，所以慢一点哦。你看啊，侧瓣是斜过来的啊，你看，咱们这个毛笔啊，你看顺着这个地方，笔尖轻轻的点一下，哎，轻轻的啊，你看过来一下，你看直接笔提起来，你不要拉过来啊，对吧？你不要笔拉过来，你看啊，按一下。我那天有一个正常速，大家看过了，就没一会儿就画完了，反正就，有一天晚上画一个花头的时候，就是正常速度画的。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出来了？这是一个朝哪一边？朝这一边的侧瓣。完了之后呢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，蘸一下曙红。你看，笔尖点按一下，你看慢慢的按过来，你看，按，再按，哎，再横过来。是不是？你看这样子，我们这一溜的啊，这个花头上下左右啊，它的花瓣就出来了，对吧？上下左右啊，你看这样就出现了4个瓣啊，4个瓣。这样4个瓣，我们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花心儿，听懂了吗？形成一个小花心啊。花心儿该怎么画？请看好了。首先你把白色调好啊。首先啊，咱们把白色调好，我们现在一起画一个花心儿。花心呢是这个状态的啊，对吧？就是我们把它给放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的直播间就是一个教学直播间啊。你看，它就是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、5合在一起啊，合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笔蘸一点点紫色。因为老师也要确保录下来的每一节课都要有质量啊。你看，蘸一下我们的啊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点胭脂，一点点胭脂啊，不要太多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按照1、2、3的原则去画啊，1、2、3的原则去画。其实呢，我们先画的外围瓣或者先画的里边瓣都没关系。来看一下怎么画的啊。首先我画一个第一瓣啊，你看，先看一下第一瓣，笔尖点一下，按一下，停，按一下，好，慢慢的你看弯过来，停一下，对吧？这个第一瓣是不是出来了？看见了吗？啊，这个第一瓣是不是出现了？好，我们蘸点我们的曙红，补点咱们这个胭脂啊，再来一笔，是不是出来了？今天可以，初学者可以画。今天就是教初学者，我们直播间的初学者们，今晚这个花头能看懂吗？啊，没事，你正常行笔，你看啊，我正常行笔，比如说画这个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一般就直接夸的一下就过来了。可以看一下啊，你想看正常行笔的侧瓣，对吗？那你看，就已经过来了，对，就这个速度就过来了，知道吗？就不会去走，直接就过来，你看。就过来了，很快。
那个如花姐姐呢，这样能理解吧？会快很多，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正常心笔，就很快。其实正常心笔和慢心笔，你只要控色控好了啊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对，你今天晚上讲的能够听明白了，说明你画起来就没有问题的啊，很好，我们继续的。这是第一瓣，加个第二瓣，你看上面要留一个缺口，花心这一块啊，一定要留一个缺口，你看这个口留个口，你看点按一下，看见没有？按一下，然后你看往下折一下，再按，推，停一下，你看，是不是又有一个花瓣就出来了？慢心笔啊，我们初学者最好是慢一点啊，最好是慢一点啊。是不是这个花瓣就出来了？这一笔没有看懂，一样的，它俩只是方向不一样，方向不一样。这个呢代表的是2啊，代表的是2啊。然后我们再画一下第3瓣啊，第3瓣、第4瓣、第5瓣，其实道理都差不多啊，道理都差不多。比如说我现在第5瓣先画也行，你看上面这个地方要留一缺口，你看先给它先分一下，不要就是让它连在一起。你看啊，笔尖往上定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你看再点一下，你看，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了？你看这个是花瓣5，我先画的花瓣5，看见了吗？你看1、2、3、5，然后还有个4。还有一个4用笔啊，蘸一下紫色，继续画，继续画啊。包菜花头可以这么理解啊。蘸一下我们的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今晚上的花头，咱们初学者都可以画，都可以画。来，这是花瓣4啊，你看留一个缺口，点一下，你看啊，往上面合一下，先合一下，然后你看啊，点笔按一下，你看推开。是不是就出来了一个花瓣4？是不是出现了？最后来一个花瓣3。喜欢主播的话点点赞啊！我这个花头应该很好看才对，这个颜色啊，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听腻了粉色的花瓣了，所以我说我今天调一个比较浅的啊，比较浅的，比较雅致一点的啊。太红的话我也不是很喜欢，特别红的粉色我也不太喜欢，我比较喜欢这种嫩嫩的这种感觉，少女心。好，谢谢。然后看这是花瓣3，花瓣3你看啊，也得留一缺口，你看搁这儿点一下，你看啊，往里边点一按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看见了吗？昨天那个单色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昨天那个太淡了啊，而且那个色不好调，很多家人们调不出来的啊。看见了没有？这样一个花心儿就有了，花心儿就有了啊！能够听这几步能够听懂的，给主播打1，点点赞就行。能够听懂的你就给我打一波1，谢谢。打一波1。对，你们刷屏刷起来啊！能够听懂的话，就是大家对我的支持了。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这个时候可以把曙红多加一点，看见了吗？曙红加深一点，很好。然后笔尖的胭脂再多加一点，看看，笔尖的胭脂咱们再多加一点啊，多加一点，多加一点，加深一点啊。好的，他睡着了。阿宝吃饭了，阿宝吃饭啦，领导不理我。然后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缺口？是不是啊？花瓣3小，可以小一点没事儿。你看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里边的翻瓣怎么翻，就这些翻瓣啊。你看第一步我朝上的翻瓣在这儿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勾过来，停一下，看见了没有？点一下下，听懂了吗？这边也是一样，点，你看，勾过来，顶一下。是不是第3瓣？你还看猫的啊？那你看吧，它在那儿。对，你看一下那个猫，它在那儿，在那个角落里啊。然后你看这一边，点，按一下，你看，合一下，是不是这一块？你看啊，你这一块花心是不是已经点出来了？啊，是不是这一块花心是不是已经点出来了？就分3步把它点出来。OK 啊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像这些小边边上继续去点花瓣，蘸一下紫色啊，
我这样去分割花瓣能听懂吗？分成3步去分割，能够听懂吗？多蘸一点曙红啊，多蘸一点曙红。然后你在分割的时候注意了，把这个笔要立起来一点，因为你这个笔都躺下，它就阴开了。笔这样的稍微斜45度角，知道吧？斜着角，你看这个太小的就别管它了。你看点一下，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过来了，看见没有？太小了就别管它啊，太小了就别管它，斜45度角差不多了啊，是不是出来了？然后里边这个缺口，你看那个角度再写大一点，好了，点一点啊，点一点，点一点就出来了啊。然后我们继续切啊，继续切，就是每一个花瓣你可以分为3到4笔把它分出来，分3到4笔把它切完啊。曙红沾点胭脂，就是3到4笔把它切完就行。你看中间这一笔咱不是比较大吗？那个太小了，点一下，你看推过来，是不是？咱们分3到4笔啊，把它切完啊，蘸一下曙红，就里边都是曙红去蘸啊，曙红，蘸点胭脂，你看，点走一下一半，过来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咱们分3到4笔，是不是就分出来了？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，对，他们睡觉，人家上课。好，点一下，哎，是不是这个花心已经出现了？听懂了打个1。花心是不是切出来了？能够听懂打个1啊。这边不够的，你看用胭脂去补一下，完成，是不是花心就有了？第一层切出来了，听懂给主播打个1就行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分里边的花心啊。里边的花心是怎么分的？来看这里，笔蘸一点这个啥，多蘸一点曙红。二宝不上了，他睡一天了。你看我笔尖多蘸一点什么？看到没有？蘸很多很多很多的曙红啊，很多很多很多的曙红，看见了吗？多蘸点曙红，然后加很多很多的胭脂，看到了吗？听懂了打个1。胭脂跟曙红加的比较多啊，加的比较多，看见了没有啊？然后你看这个笔尖，你看啊，在中间这个地方我定一下，看见没有？在花心处你定一定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就分出来了？在中间这个地方你定一定，你看这也是一样，哎，是不是花瓣就被你分出来了？这样能学会吗？从里边往外面开，你看啊，你看点往里边按一下，停一下，看见了没有？那点按一下，往里按，往里按，听懂了没有？就是笔尖，你看这个是笔尖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你看从外到内按一下，是不是按出来了？这样能看明白？你看这个地方笔尖按一下，按一下，你看是不是一个小花心就出来了？就是笔尖朝外，笔肚朝内，就是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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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笔尖朝外，笔肚朝内啊。你看，是不是就分出来了？那这样能理解啊？笔尖朝外，笔肚朝内，把花瓣给它分出来。你看，这样能听懂了啊？就是那笔尖都是在外头，笔肚子在里头。用这个，它是用笔是这样的啊，点，按，你看，按进去，下面这个缺口不就出来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很多缺口，你看啊，那这个花心就已经出现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，花心就已经出来了啊。这呢是一个简单的花心画法啊，花心的画法啊，花心画法现在能听懂啊？能够听懂的你们就给我打1就行，能够听懂的就给主播打1。然后我们讲一下外围的分瓣，就是花心基本上已经处理好了啊，在这儿呢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进行一个外围的分瓣啊，你看这些分瓣，你看我们来讲一讲一个朝上的花瓣是怎么画的啊。朝上的花瓣看好了，毛笔清洗一下，清洗干净一点，笔蘸一下白颜料。我们来画几个朝上的这种翻瓣啊，朝上面的翻瓣。来蘸一下我们的紫色啊，蘸点紫色。
朝上的翻瓣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刚进来的家人们啊，你们可以听听调色啊，听一下调色，一点点的胭脂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朝上的瓣，就这种朝这个方向侧瓣啊，你看笔尖在哪里？在外边，你看点按下来，看见没有？笔尖在外边啊，笔尖在就是笔尖走侧锋的情况下去画的啊，能听懂吗？笔尖走的是侧锋，你看再看一遍啊，你看这儿斜过来往下拉，笔尖走哪里啊？外面颜色是比较的什么？比较深，里边的颜色比较浅。当然相反的啊，你要画反瓣就是这样的，你看是不是外面的颜色比较深，里边的颜色比较浅啊？对，侧锋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加这个翻瓣也是一样，加点我们的紫色，补点我们的曙红，再蘸一点点胭脂啊，再蘸一点点胭脂。你看，我们继续加，你看这两个翻瓣啊，你看它的重色在外，笔尖定一下，哎，推过来一笔，是不是停了？你看啊，这个时候看，是不是一笔就完成了？然后呢，点一下，合起来就行。学会了没有？一个合起来的花瓣就出来了，能听懂吗？加一加啊。是不是一个往外面翻出来的花瓣就有了？能够听懂的就给主播打1啊。它是先到这个地方停，反过来来一下。没有听懂我再给你们画一遍啊，没有听懂我再画一遍。因为花瓣的翻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花瓣的翻转和转折啊，你看这个卷瓣啊，这种花瓣适合画在我们什么外围啊？适合外围。那是的。你看，所以我要做直播。你看笔尖点，你看侧过来一下，侧过来一下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曙红。你看这个花瓣怎么画啊？褶皱感。你看在这儿，笔尖顶一下，哎，你看横过来，停一下。停一下啊，给它中间不要把它画完了，不要给它画完了，知道吧？啊，不要给它画完了。然后这儿你看给它叠一下，叠一个小瓣在中间。然后你搁这儿你看啊，点往上过去，哎，包起来，听到了没有？包起来就行了啊，包住就行。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又出来了？这样能听懂了吗？今晚上这个就是这两个花瓣都是什么呀？一个都是往这边翻起来的啊，翻起来造型的花瓣就有了。听懂的给主播打个1啊，给主播打一个1。它是往上立着的且翻起来的花瓣啊，且翻起来花瓣。那么这种折瓣我们刚才讲过了啊，折瓣我们讲过了。很好，可以截个图啊，截一个图，常用的一些花瓣啊很重要，常用的一些花瓣很重要，截个图。然后蘸一点我们的紫色啊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。好，蘸一点紫色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往上添啊，往上添。那我们就往上添。好，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。对，你看不懂的家人啊，你就多观察，多来看就行了。你多观察，多看就行。然后你记得关注一下我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继续的。你看这种小瓣添到，因为我们的花瓣是立着的嘛。讲好了啊，你看立着，你看朝这一边，笔尖点按下来，进来一下，看见了吗？进来一个小瓣，对吧？加到这儿，你看这类似于我们的什么？你看点，你看笔尖像我这么一按，你看按一下也可以，你按出来一些花瓣朝外面的，蘸一下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，按出来一些花瓣朝外。那这一边呢？你看点往外拉一瓣，是不是一样道理？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看到了吗？啊，一个小瓣朝这个地方，你看点，哎，对吧？是的，每天的课程都放进直播间里啊，都录进课程里，看见了没有？是不是就出来了？直播的课程会在里边，然后还有是录播，就是一些
新课我也会放里边。你看我简单的加几个小的，咱们多的不加了，多的一会儿家人们看不懂了啊，你看就够了，咱们少加几个好不好？少加几个啊，这样能听懂了吗？少加几个，然后呢去添加我们的翻瓣啊，咱们去添加翻瓣啊，比蘸一下我们的紫色颜料啊，比蘸一下紫色，多放一点紫色啊，添加翻瓣，蘸点我们的紫色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多蘸一点曙红啊。然后呢，再蘸一点点胭脂。然后你看我们的翻瓣要怎么叠？这个地方有个缺口，找到，我们来找缺口啊，5.2，这个地方有个缺口，对吧？这个地方你看，咱们顺着缺口这个地方，你看点，按一下停，看见没有？按一下就停，按一下就停。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，笔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停了啊，轻轻的按一下就停。洗一下水分啊。然后你看，这是第一步，你看第二步，点再合一下，这一边给它再合起来，是不是也是分这3笔合起来的？你看，是不是这个花瓣就出来了？一样是分着3笔出现的啊，分了3笔去画。你看，所以说咱们的每一个小花瓣都得什么呀？按照3个笔触去完成它啊，3个笔触去完成它。面筋吗？我昨天搞了好多厨房的说是湿巾，结果是干的，我都郁闷死了。你看是不是出来了？然后你看啊，另外这些卷瓣也是一样的画法啊，也是一样的画法，笔蘸一点白色，加一点紫色，蘸一点咱这个曙红啊，蘸一点曙红。对，3笔一半，3笔一半，3笔4笔一半都行啊，这个不绝对，好不好？3笔4笔一半，这个咱们不绝对啊。你看另外一个瓣，很明显，你看你这个花瓣如果是这样画，它就是盖过来的；如果你这样侧着画，它就会挡住。那我们权衡之下该怎么去表达啊？你看，笔尖定一下，哎，过来一个瓣，这是一个瓣了啊，是不是就一个瓣了？然后你看。再朝着这一块点横一下，是不是2个花瓣就出来了？你看，给它盖过来，是不是2个花瓣就出来了？然后里边是不是空着一条小缝啊？空着我们就把它填起来，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曙红，再蘸一点胭脂啊。它这个地方泡满，这不是不是空着个小缝啊？你看。小缝就用胭脂搁这点横过来，直接给它横起来就行啊，给它横一下。另外的花瓣，你看给它用胭脂给它盖住就行了。如果你没有空最好，如果有空就要去盖一下，听懂了吗？你看另外一个花瓣就出来了。就如果说你有空，你就去盖一盖；你没有小空就算了啊，对吧？你看。有的人喜欢画倒景怎么办？你看啊，笔蘸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加一点什么呀？加一点曙红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咱们把笔尖蘸点曙红，一点点啊。你看，有的人喜欢画倒景，他是这样的点，听懂了吗？学会没有？有某些家人们，对这个倒景的这个一圈红色这一条，你看明白了吗？是后期补上去的啊，听懂了吗？蘸一下我们的紫色啊，蘸一下紫色。蘸一下我们的紫色啊，好，继续添，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啊，蘸一下曙红。有些同学想画倒景的啊，明白了啊，好，蘸胭脂。对，这个落笔要快，你看这个小花瓣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像我这样给它画小一点啊，你看，点一下，哎，2笔、3笔，再小的花瓣我也是用3笔完成的。再小的花瓣啊，咱们也是用3笔完成的。然后里边是不是空了个小空缺啊？你看，点一下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又一个花瓣出来了啊！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讲过的方法，侧瓣里边加3个瓣，每一个侧瓣加3个瓣就够了啊！每一个侧瓣加3个瓣，然后什么地方要用这个瓣？看过来。就我们在什么地方需要画这种花瓣啊？看过来了，家人们，蘸一下曙红，
什么情况需要这个把？往两边打开的时候需要这个把，往两边打开。那这个地方你看，它是不是就得打开？你看这个地方的滑把，你看好了啊，笔尖定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按一下，是不是就往这边出来？看到没有？那就是我们要用到这个滑把了。你看，好，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另外一边你看，给它合起来，是不是就用到这个滑把啊？记住了没有？就是它是朝外面翻的时候，滑板就是这样子的啊，滑板就是这样子的。在努力的拉片，好的呢，谢谢。好多没有问题，我也觉得没问题啊。你看，然后里边这个小胭脂这个地方，你看用笔尖，你看像我这样抠一下，笔尖抠一下啊，笔尖抠一下下，好，再点一个小笔触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这个叠瓣学会了吗？先用笔尖像这样，先抠一笔朝下，再叠一下，笔尖朝上，把这个滑板给它叠出来。听懂的给主播打个1啊，是不是就双层卷就出现了？所以说你按照我们刚才教的用笔去画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再蘸一点我们的紫色，蘸一下我们的我们的曙红，我们的曙红不是刚好多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这个地方我们适合画一个大滑板，就很大这种。你看啊，笔尖定一下，你看笔按，你看按那么宽，点，你看推过来，啊，停一下，然后这边你看点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按下来，是不是又一个大滑板就出来了？是不是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滑板？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紫色啊！谢谢大家对老师的支持。如果你们能够听懂的，你们就给我打1就行。蘸一点这个曙红啊，曙红蘸点胭脂。你看这里是不是又留了个缺口啊？怎么办？第一步先反向向下，你看点一下，看见没有？第一步先向下，第二步咱们朝上，按一下。这边又有个小滑板就卷出来了，明白没有？第一步先往下，第二步再往上，就出来了啊！听懂的给主播打波1就行了啊！就理论上能够听懂的就打波1。你看里边一条一条的啊，外围口滑板好形状是吧？啊，没听懂，就是往下，就是往旁边松的滑板就统一往下垂，往下垂就行。就是你的滑板如果是要往下松的，你就往下垂，就很简单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。好，那你看这一个滑板口它也比较大，你看啊，笔尖在这定一下，定，按过来，一笔对不对？好，2笔，这个是不是也是啊？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，它这个是不是也是往这个旁边侧过去？你看这个卷过去对不对？不好，画不好形状，外面不要什么形状啊，不要什么形状，家人们啊。你不要什么形状，干的、枯的、涩的都可以，因为这个没有唯一的答案，我画的也不一定是对的，也不一定是都好看，就是这不是唯一的答案，只要你觉得你画的适合了，它就是美的，明白吗？没有唯一的答案啊，你觉得好看了，技法没问题了，那就是对的，好吧？你看这样一个卷曲瓣是不是又出来了啊？老师画的呢，只是说大概的给大家参考，你看。哦，快乐一生，哎，好的好的。哦，好，你看这样一个滑瓣是不是就都卷出来了？能听懂吗？能够理解的给我打波1，我持续的往上面叠瓣，好吧？我们持续性的往上面叠瓣，好吧？那你看我们晚上好，有一些滑瓣是比较大的，怎么画？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很好，好多蘸一点紫色啊，多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我们的曙红。谢谢你的关注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，咱们顺着这个缺口，这不还有个小空缺吗？把它盖起来。你看啊，点1笔、2笔、3笔，对不对？它也是分3笔去画的，是不是？都是用3笔去画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你就记住好了。只不过这3笔的笔触有大有小，有大有小啊，有的笔触比较大。有的笔触呢比较小啊，比较小，好吧？
你看这留了一个小细缝，完了我也塞不进去了啊，那我就直接这样，你看笔尖顶它，哎，带，慢慢的笔按下去，加大一点，也是3笔完成它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你的这个花瓣是不是一层一层就出来了？练习笔画，对，我们在初学的过程中，你一定是以练习笔画为主的。初学者的家人们啊，你一定是以练习笔画为主，比较基础的东西啊。你看这些花瓣就都能够表达出来，是不是？花瓣的你看啊，整一块盛开的这个造型就有了，能听懂了吗？啊，能够听懂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个地方呀，我们再加几个小瓣，把它画完整，好不好？画的小一点，好吧？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紫色，对，这就是基础的了。大家其实我今天讲基础应该能听得懂呢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不过你们的基础可能画出来跟老师有点不太一样，也很正常。你看啊，下面这些地方的小卷瓣啊，你看顺着这个花心这，你看笔尖儿，你看我下面这个地方给它分出其他几个啊，给它分出几个一个小豁口啊，一个小豁口，3笔一个，3笔一个，就是你们要求的那种13笔什么的，我不画那个东西的，对，老师不画那个东西啊，就13笔啊，这种7、8笔这种我不画的啊。蘸一下这个紫色，然后那种颜色很重的，很那个的我也不画的，蘸一下紫色啊，你看蘸一点我们的曙红，蘸一点曙红，蘸一点曙红，蘸一点胭脂，蘸点胭脂，你看这个大花瓣，你看好了，这个大花瓣是不是在这里？你看好了，第一步，笔尖在这顶一下，你看顶笔尖翻一下，这样能听懂吗？这样能不能理解？对，你翻一笔，这样能听懂吗，家人们？这样能理解就打个1啊，这样能听懂的就打个1，就翻一下嘛。然后你看笔在这按一下，好了，这样不是一个花瓣就出来了吗？对，你按一下嘛，花瓣就出来。所以说这个简不简单的？简单的呢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轻轻的按一下啊，你看。是不是就出来了？一个朝下面翻的啊，就出来了，是不是一个花瓣嘛？好，没有看懂我再给你画一遍啊，没看懂我给你再画一遍，别急啊，不要着急。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，比如说我在这儿，你看笔尖在这儿，你看这样的会不会点一点啊？点一点，然后呢边点，你看边往外，你看哎带下来1笔。2笔，这样没问题吧？对，这样没有问题吧？小小的小瓣，这样1笔2笔不就带出来？这样没有问题哦。就是我过程中你们觉得有问题的，你们就说就行。没有，我今天讲的课程里边没有转笔，我今天特别讲了不转不扭，不转不扭，轻轻一推啊，轻轻一推。今天我上课前还特别讲了不转不扭，轻轻一推啊。你看咱们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笔尖点，慢慢的侧锋，是不是这个卷瓣自己就出来了？一个小侧锋，是不是出来一个小卷瓣？你看这个地方点，侧锋朝外，朝外啊，我们继续加，不着急，继续添啊。再蘸一下紫色。你们在任何过程中听不懂的就，对，就是推，轻轻一推就好，因为推要比滚，要比那些东西都要简单的多，轻轻的推就行啊，轻轻一推，蘸一下胭脂，你看，还是一样，笔尖朝哪，家人们？朝这个地方，朝这儿，你看啊，点按一下，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看推过来，看到没有？推不动你就停啊，你看。看到没有？你推不动你就停，明白了没有？你推不动就停，咱们再来一笔，好不好？啊，推不动你就停。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又出来了？是不是出现了？推不动就马上停止啊，就马上停止。
这个花头是比较简单的这种造型。你看啊，我在这儿你看点按一下，是不是有颜色覆盖上去了？你看，一笔、两笔，这边再来一笔，是不是？你推不动没关系的，推不动没事儿，是不是就好了？这个花瓣不就打开的比较大嘛，就，对吧？推开就比较大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一半一半的这种卷瓣，就是你一定要注意。来，我教你们一个叫覆盖颜色的方法啊，沾一下我们的曙红，沾一点这个胭脂，你看，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颜色按一下，你看我能不能再按一下？然后你看，再按一下，学会了吗？再按进来，你看，你看它的每一个颜色叠进来没关系的，你们是不敢去叠，学会没有？去叠着它，明白了吗？学会去叠色，好不好？很多人不敢叠的，要去压，你要去敢于尝试。其实它叠进去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明白了吗？其实可以去叠，只是你们不敢，你们害怕覆盖上去就脏了，是不是感觉有点害怕？是不是有点害怕？感觉一上去就会脏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任务型哥哥晚安啊。是不是会有点担心我上去了就会脏掉等等的这种问题啊？是不是？然后你看，我朝这一边，你看点，按大一点，对，很正常的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带过很多学生就是这样，我跟他们说叫他们用力，他们说不要，怕坏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给它盖下来，按一下就好了，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就出来了啊？那你看，基本上这一个花头全部是盛开的，我没有用过多的就比较多的一些东西去处理啊，就是让它盛开起来，对吧？比较简单的一款基础造型。你们平时练笔怎么练？就练这个花头。练笔是咋练的？就练这个去，知道吧？练笔怎么练？就这么练啊！谢谢谢谢啊，对吧？练笔就这么练就行。你看下面你给它合一下。合一合，你咋这么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，沾一下曙红，沾一下胭脂。外面这个地方你直接来个大瓣给它，你看，点一下，一笔对不对？你看再来一笔。好，那这个花头就比较简单的啊，能够听懂的就打个1，没有听懂我再画一遍。对。能够听懂的你就打个1，没有听懂的主播给你们再画一遍。我讲这个用了1个小时啊，用了整整1个小时呢。对，你们打个1啊。对，没有听懂的你就说主播再看一遍，我再讲一遍就行，再讲一遍就行。好的 ，OK， 再画一遍。好的，截完图了吗？截个图打个1啊，截完图打个1。我再画遍，配色在这儿啊，配色在这儿。配色在这儿啊，配色在这儿一溜的啊，再画一遍。好的啊，配色在这儿。喜欢这种颜色的花头是吧？离太远了，你去哪儿了？你这是？对，喜欢这个花头的给主播打个1，截个图。OK， 越来越好看。好的。画个圆，一个圆形的啊。最近老喜欢画圆的。沉默，你昨晚上课能看了吗？你？对，昨晚上课你搞定了没有？那么晚了，你说要休息了。好，我们再画一遍啊，再画一个简单的啊，简单的。很执着的人。不用谢，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啊。对，还好啦，执着，就是要把你们教会。好啦，我最近就因为我这个圆形的我还没画完，我把它画完，这2天我就不画了。就圆形的这个只给它画完，我就不画圆形的了。
嘉轩是嘉轩，我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头啊，对吧？圆圆的画完我就不用圆形了。好，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调色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调色。首先你看啊，笔蘸一下太白，太白和三绿调成的一个汤，太白和三绿调成汤，然后刮干，很多，但是我不是用圆规哦，我就是用一张卡纸最方便了，把卡纸掏一个洞，不就很好剪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老捣乱二宝，太捣乱了你，太坏了小二宝。我就是掏了个卡纸，把卡纸掏个洞。蘸一下白颜料，蘸一下白颜料，也可以，大圆规也好用，都好用。对，有大圆规，超大的那种，很大的，我知道。然后看一下啊，我们的紫色颜料啊，紫色占满整支笔，家人们2/3差不多啊，调进去。颜色我加的深一点，刚才太薄了啊，颜色我加的略深一些。看调色能看懂吗？唯独喜欢你这关注一下，好的，谢谢我七哥的关注，好。拿个盆儿，就是盆儿。真心是吗？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曙红啊，是吧？缘分啊，七哥。蘸一下曙红，你这都吓得我一哆嗦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好久不见啊！有那么大圆规，蘸一下曙，蘸一点点胭脂，一点点的胭脂啊。哦，那个满了，裙有点满，对，裙有点满，因为我回头再建几个。好，你看这边啊，好了，我们刚才讲过的，先画出一个什么呀？花心儿合在一起的造型，好不好？花心，你看画一个小花心儿，花心儿合在一起的啊。你看第一步，点，按一下，是吧？分几笔啊，越调越好看。对啊，点，你看按一下，是不是带出来一个小花瓣啊？一个小小的小花边。是不是小小的一个小花瓣出来了？继续，颜色一定是越调越好看的。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再蘸点胭脂。你看啊，这个花瓣是往上层叠的，但是你为了让它漂亮一点，你看啊，我们单层我怕它不好看，点一下，推一半，我们煎好，分几瓣去推啊？点，你看，合一下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我们分成，那你快一点呗就啊，那你快一点，要不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把这个花瓣给它，你看分出来，是吧？分出来，一个小瓣啊，我画慢一点啊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，蘸一点紫色，多放一点曙红，多放一点曙红。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点胭脂，蘸一点点的胭脂啊，一点点的胭脂啊。好，继续，你看这个小单瓣，你看啊，我们再来一个瓣在旁边给它撑开，你看啊，笔尖点一下，往上按。停啊，看到了吗？画慢一点，你看它俩合在一起，是不是带出一个小边啊？
再出个小小的尖尖，对不对？继续，我画慢一点啊，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蘸一下曙红，慢慢的画，你们应该能这样的，你看是不是它这样一个单层其实已经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它有一个单层，因为你的空笔不是空的不是很好呀，单层是不是出来了？然后你看旁边这个地方点折上去一半，对不对？啊，往上好一半，你看啊，再来点两半，是不是两半花瓣就出来了？往上好啊，叠两个小瓣。你看我画的很慢，就一笔一笔的去压，一笔笔的去压。你看到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对吧？一层一层的把它先压出来，啊，一层一层的层叠给它先压出来，能理解吧？是不是这样？第一层小瓣就出来了，上面拖着两个瓣瓣。能听懂的给主播打波一就行啊，能够听懂了就给主播打一波一，谢谢。是底座，对，因为只有单层的底座是不太漂亮的，所以你下面可以选择两个底座或者三层底座都可以，好吧？两层底座或者三层底座都行，沾点胭脂啊，沾点胭脂。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小侧瓣，把它画一个向里边斜的啊，你看，笔尖点折一下。先把花瓣分出来，然后你看啊，点按一下，停，收笔，是不是？又一个就是朝着外面的这个小花头又出来了，朝着旁边的小侧瓣是不是又出现了？对吧？一个朝旁边的一个小侧瓣是不是又出来了？好，我们继续加啊，继续加。好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啊。如果说你想把里边的花瓣画大一点，当然是可以的喽。蘸一下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。你看，让它微微有点就侧过来，你看这个地方点像这儿，先折一笔，折的这一笔很重要，因为你折完之后，它会马上干嘛？你看，分开了，分层。你看啊，点平推，你看，笔没转。笔拿起来直接按一下，再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拉长一个小瓣，那这样能理解了吧？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拉长一个小瓣，按一下啊！你看这个笔尖，是不是一个人气榜第一名啊？是不是对？画一片挑刺色？没有，不。你因为我在上课，我讲的慢，所以我的笔就容易干。对，正常情况下，你画一次调一次色，你可以画很久。正常情况下，你调一笔色可以画很久啊。正常情况下，但是如果行笔很慢的话，它会比较一边行笔慢，一边又要控水啊，它就干的比较快，明白了吧？正常情况下，你可以画3到4笔。你看花瓣是不是又叠出来了？每一个叠瓣都要留一个尖尖口。每一个叠瓣都要留一个小缺口啊，好吧？每一个小叠瓣都得留一个缺口。然后你看我在这儿点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往上推，都是平推的啊，我都是平推啊，都是平推，就是我所有的这个都是平推的啊，能看见吧？啊，对，我都是平推。平着往上推，你看这儿，点折一下啊，点折一下，都是采用平推的方式，你不要去按来按去的，就比较麻烦。你看这个地方点，是吧？又一个花瓣就出来了，是不是又一个小花瓣出来了？就是往上卷起的小花瓣，然后你把这个口给它盖起来，蘸一点曙红，然后你把它的小花瓣盖起来，蘸一下曙红，整一个小花瓣涵盖起来。你看，你顺着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啊，朝这儿盖吧，笔尖先点一笔，你看，先把它分一下，分完之后，你看点，按一下，按大一点，按大一点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按大一点？拉一下，你看分几笔完成啊？
是不是分3笔把它画完了？你看我这个花心是不是出来了？分着几笔，家人们？分着3笔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一般的花瓣是分着3笔的啊，每一个花瓣基本分3笔。好，然后呢，调一下我们的紫色，调曙红，颜色加深一点。现在画什么？画花心。颜色加深之后，我们画花心，沾一点胭脂。看看卡不卡呀？蘸胭脂。然后你看，这是不是有个缺口，对不对？有缺口的地方点停啊一下，点2下，你看点往上盖。有缺口的地方啊，有缺口的地方啊，你就往上点一点啊，点一点，这样能理解吧？就把它盖起来就行。你看，点一下，你看。所有缺口处把它都盖在一起啊，都盖在一起，沾一点胭脂，继续加啊，继续把它盖起来。你看，蘸一下胭脂，这个网一点都不能用，直接卡了。刚才蘸一点胭脂，太突然了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你看我再填一下，你看啊，毛笔走一个小侧方。一会儿如果需要教程家人们比较多的话，我们可以开一波活动，开一个小活动也可以，点一下，按一下。但是昨天那个肯定没有了。啊，加一下一个小瓣儿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然后再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点胭脂。让我把这个画完吧，先别急啊，点一下，1、2啊，你看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你看是不是这样一个花心就有了？然后呀，你看笔在里头这样按一按，这样会了没有？你给它盖起来。盖起来以后，这个也是最适合你们的画法，先盖起来，然后再蘸一点咱这个曙红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蘸一下曙红啊，你看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再蘸一点胭脂啊，再蘸一点胭脂，你看胭脂多加一点，看见了吗？胭脂你多加一点，能听懂吗，家人们？胭脂加的很黑、很黑、很深、很浓的情况下，你看。你在圆，你看笔尖顶在这个上面，按一下，看见没有？笔尖顶上面，顶在这个地方，你看，这样能看到吗？对，是的，我已经回到原价了啊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顶出来了？再顶一下啊，你看，再翻过来，对，你看是不是都出现了？笔尖啊，朝哪儿快？朝里边去推，你看这个地方也一样，定一下，笔尖都是往里边去推，你看这个下面，是不是这样能看懂吗？都朝里边去推，因为你们叫你们割花瓣割不来的，我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了，你们都割不好。但是这样呢，去填这个地方，你们是能够听懂的，这样能听懂吗？你看。给它兜一个小圆儿，完成了这个花心儿，听懂了吗？啊，这个是适合你们使用的一个顶花瓣啊，切肯定是切不来了，我已经放弃教你们去切了，这样能听懂了吧？就是你看四周笔尖朝外这样按在一起，花心就很快就出来了，是不是出现了？简单吗？这是专门为大家啊，专门为大家对，专门为大家量身定制的这个去抠花心啊，对，专门为大家去量身定制的啊，去量身定制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因为你们不太适合切，但是可以去涂，涂的话就能听懂啊，涂的话就可以听懂，然后蘸一下白颜料，对，蘸一下白色，涂的话就能听懂吧，对不对？蘸一点白颜料，对啊，对，蘸一下白颜料。对不对？这样能理解吗？蘸一下白色颜料，然后我们开始加这个翻瓣啊，蘸翻瓣，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因为你们那个花瓣顶着是顶不来的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点点胭脂，一点点的胭脂啊，一点点胭脂。然后呢，我们加个什么呀？把它的小翻瓣先往上加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是不是有个缺口？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有一个小缺口，你看笔尖顶一下往上翻，小缺口顶一顶，笔尖往上翻，
啊，你们要一步步的看哦。这个地方你看啊，留一个缺口点，哎，你看，笔尖往上按一下，停。咱们是不是教过了3笔画一个滑板，还记得吧？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，笔尖点往上一翻，是吧？笔尖一顶往上一翻，学会了吗？3笔画一个滑板，还记得吧？我教过的啊，是不是？3笔画出一个滑板啊？继续，这个缺口呢，我们再画一个小瓣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个缺口？你就顺着这个缺口处，你看点一下一加，是不是啊？点一下一加，那这个地方你看还有一个缺口，就是咱们就顺着这个边边上去顶啊，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曙红。我尽可能的讲慢一点，让你们明白啊。你看这个是不是有个缺口？其实你们画这个，就是我们写这个画国画呀，其实呢跟咱们写硬笔一样，它是有规律的，它有规律。你看是不是又一个滑板出来，又漂亮又好学啊？你就找缺口，你啥也别管，你就去找缺口，能找几个缺口是几个缺口，好不好？你能够找到几个缺口呢，你就是几个缺口啊。蘸一点曙红，蘸一点胭脂啊，再蘸一点胭脂，对吧？然后你看下面这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参差不齐的花瓣？笔尖你看朝这一边点往上按一下，点往上按一下，点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写过来了啊？写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再蘸一下紫色。阿宝，你在弄，我手机掉地上了，别闹。然后呢，再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，把每一个缺口都给它盖起来啊！你看，哎，是不是啊？把每一个缺口都给它盖住，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花瓣的花头基本上就形成了？把它的每一个缺口都盖住，然后你看盖完缺口之后，是不是又流出来了？这个看，你盖完以后，是不是又出现了很多小缺口？好，我们再来，再蘸紫色，再蘸一点曙红。你看，你每一次，你看你盖完颜色以后，你看点，是不是？你每盖完以后，它都会重新出现一个什么？看见了吗？都会重新出现一个小折瓣啊，小折瓣，对不对？每盖完之后都会出现一个，又会出现很多小的折瓣，这样能理解了没啊？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多出来一点也没关系，它都是不断的把它加出来的，一层层的越加越多啊，越加越多。然后我们去填一下什么呀？它的反瓣啊，刚才反瓣没有填啊，填一下反瓣，对不对？蘸一下曙红，就是第一层咱们画好了，现在加什么？加翻瓣啊。每天8点半差不多啊，8点差不多。你看我们填一下它的翻瓣啊，翻瓣我们讲过的啊。你看笔尖朝哪？朝这个地方，你看点侧锋一下，看见了没有？你不行这个地方，你看就这样盖进来，侧锋一下。学会了吗？一个小侧锋，这个地方你看啊，再来一个侧锋，就一带就行，小小的一个小侧锋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一个侧锋，侧锋没有问题吧？侧锋有没有有问题吗？就是小侧锋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个画大瓣就行，不要侧锋。你看我那边加几个侧锋，你看一下我侧锋怎么去画的啊？笔蘸白颜料，好，蘸一点紫色啊，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曙红啊，多蘸点曙红，蘸点胭脂啊，再蘸一点点胭脂，把你侧住了，别着急。你看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啊，你看有一个大豁口在这儿，笔尖点按过去，停。对吧？按过去一个大瓣，紫色、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，一个大瓣，不知道往哪侧呀？你看这个地方点，你看，哎，盖过来，
合在一起就行啊，合过来一个大瓣。你按照如果刚才你直接就进来听的话，就是从刚开始进来听你就知道它的花瓣的一些转侧的一些角度，中间盖一点。你看这个花瓣又出来了，沾一点点胭脂，盖在你看深色胭脂盖在这个地方，加出一个小卷斑了，是不是出来了？然后你看这里又是一个侧锋，对吧？侧锋我们再加个大瓣，就上面的花瓣可以加的少一点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曙红啊，再蘸点胭脂，胭脂是很重要的啊。胭脂，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又有个缺口，你看我直接笔尖，你看点一下过来，是不是翻出来3个侧瓣，对不对？用3笔翻出一个侧瓣，但是你看我到这儿，刚才我教过的是不是可以合起来？还记得吗？刚刚是不是给大家教过可以合起来为一个花瓣？是不是说过？沾点曙红，沾点胭脂，是不是说3个花瓣可以合住啊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笔沾一点点这个曙红，你看向里边添一添，你看这种小瓣，就是你的胭脂里边啊，不要有水分，最好是干胭脂啊，比较干的胭脂，对，摞在一起，刚才教过的啊，你看点给它分一分，对吧？给它分一分啊，摞在一起就行了。对吧？给它分一分，你看这样呢，调的比较匀啊。那你下笔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就行了，稍微轻一点就行。你看，是吧？花瓣这里又有个缺口，这里有个稍大的缺口，比较大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，蘸一点我们的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。你看这个缺口比较大，你看啊，我笔尖给它定一下，哎，拖过来，先拖过来，哎，往上来一下。对吧？一个小花瓣，把它整一个给它合住，向里边折进来啊。这色咋调的？色在这儿啊，色在这儿。二宝，谢谢你，看到这个地方，色在这儿，色在这儿啊。对，我调的色一般都比较白一点，比较淡，比较淡。好，蘸点紫色啊，没有看到我在调给你看的，蘸一点曙红。喜欢主播的话，帮我点点赞就行，谢谢。你看一半一半的质感就有了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小缺口这儿也是一样，笔尖定一下，哎，往上翻一笔上来，对吧？你看是不是啊？又一个大瓣出来，你可以把它几个连在一起。对吧？这几个大瓣给它合在一起都很好看，让它稍微的衔接的什么紧凑一点，让它衔接的比较，谢谢，衔接比较紧凑，一个大花瓣就出来了。然后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个小缺口？咱们把所有的缺口给它盖住就行。蘸一下紫色，所有的缺口给它盖起来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，这是深宣，深宣。你看所有的缺口，你看笔尖点，哎，过来一个小瓣，对吧？这一边你可以过来一个小瓣，我觉得过来一个小瓣还不够，咱们可以过来2个3个小瓣啊！你看，笔尖点一下，哎，再过来一个小瓣，是不是可以多过来几个小瓣瓣？对吧？又一个小花瓣就出来，折在一起啊，把这几个花瓣给它卷起来。就是你在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胭脂不要把它调的脏脏的啊。啊，加一个侧瓣给它这样翻过来就行。然后你看旁边这种，你看啊，缺口给它稍微留一点没关系，其余的花瓣继续画，笔蘸一下白色颜料，啊，蘸一点白颜料，
蘸一点我们的紫色。这个时候你需要把你的颜料加干一点，越来越干啊，越来越干，不要把它画得太湿了，就越来越干啊，越来越干。很湿很湿很粉很粉的颜色是不适合画画的，不太适合画画。就是不要把它调得太湿就行。然后你看，把所有的你看这边小瓣瓣，把旁边的小瓣啊，你看点一下，哎，一瓣，对吧？把它推开，底色是钛白加3氯，是的，钛白和3氯。你看深宣啊，首宣是不可能，它是没有墨色晕染的，首宣是没有办法晕染的，它是深宣，而且首宣走笔没有这么流畅，它比较滑啊，比较滑。你看花瓣我们往下翻了，往下翻，你看旁边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点按一下，分几个瓣完成啊？一瓣，点2瓣，3瓣啊，推开3个瓣啊，推开3个瓣。对，咱们这个首先没有办法在上面走笔的啊，对吧？推开3个瓣，卷起来啊，卷起来，继续加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把花瓣往下画就行啊，往下画就行。所以说，你看这个花头是不是就出来了？蘸一下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，再蘸点胭脂。你看那个曙红啊，继续往下加。这个地方不是有个缺口吗？你看这个缺口，点一下，1、2，一个瓣，2个瓣，是不是3个瓣就出来了？看见了没有？颜色特美，喜欢就好啊！你看是不是3个花瓣就出来了？就是你用3笔去叠出一个花瓣，这样能理解吗？用3笔去叠出一个花瓣，家人们，3笔叠出一个花瓣啊！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咱们用3笔去叠加出一个花瓣，对吧？下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点一下，哎，合起来。对吧？就是3笔叠加出一个花瓣，你看，你看下面的花瓣就撑开了很多，然后整一个朝下面把它全部打开啊，把所有的花瓣都朝下面。注意啊，是几笔叠出一个花瓣，还记得吗，家人们？几笔叠出一个花瓣？谢谢你们的关注啊！啊，眼睛会手不快，没事，慢慢来吧，蘸一点曙红。3笔，对，很好啊，你终于忙完了。好的，3笔叠加出一个花瓣啊，是3笔叠出，对，很好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个其他这个地方，你看点，哎，小侧锋走一笔啊，小侧锋走一笔，侧锋走一下啊。你看其他地方，你看啊，你就给它整一个盖起来就行了，点一下，对吧？整一个花瓣，这是深加宣，你看整一个花瓣往下叠，最后呀，笔蘸一下白颜料，把它全部收起来，蘸一下紫色啊，整一个把它收住，笔蘸一下紫色颜料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，对，蘸一下胭脂。这个时候去收花瓣啊，你看花瓣是怎么收的？看这里啊，笔尖先顶一下，点一半，按一下，看见没有？一半，好，再来一半，大一点，好，点按一下，是不是2半啦？第3半点回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3个花瓣的收瓣方式啊，对吧？3个花瓣的收瓣方式。而且呢，我们越往外面画，花瓣要越大，能理解吧？就是你越往外面画，花瓣越大啊。你要是往外面画，花瓣越碎就画不完了。你越往外面画，它画的越来越碎，你就画不完了。你看点，哎，大了，收笔，收笔。
明白了没有？就是你越往外面画的时候，花瓣要你看，这个花瓣够大吧？这是一个花瓣啊，大花瓣，你看直接盖过来一个大花瓣，这一边你看再盖过来一个大花瓣，就是你一直往外面画，花瓣越来越大，一直越来越大啊！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蘸一下曙红。对，能够理解吗？你越往外面画，花瓣越大啊！蘸一下胭脂。好，你看这个缺口处，你看啊，我想把它画斜过来，笔尖点，看大一点，停，往上推，停一下，拉平，看见没有？往上推一下，拉平。啊，好，这一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顶一下，好，大一点。拉平，大一点拉平，笔尖蘸一点曙红，这样画省颜料好好看。对，颜料是真省，我跟你说特别省。好，往回一顶，是不是这个花瓣要出来了？底色不是就太白和三绿，没有紫色啊，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了？是真的很省颜料，因为我用的颜料特别少，所以说，没有用特别红艳艳的那个东西。所以说花头很少出现特别红、特别那种的，特别红艳艳的这个情况没有发生过。你看花瓣是不是又有了？然后你看剩下的花瓣啊，这样的花画出来比较薄一点啊，比较薄，色彩比较薄。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就3比3比来完成啊，3比3比，蘸上曙红，蘸点胭脂。3比3比来完成它，好吗？你看这里是不是又有个缺口？你看这个笔啊，你看笔尖顶一下，按一下，好，推开一下，推开一下啊，推开一下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再往下压一笔，压一笔，再压一笔，压个2笔就够了，压2笔。是吧？你看又一个小花头出现了啊！蘸一点点的胭脂，去调整调整。就是你看一个瓣儿，2个瓣儿啊，你看加进来，一个的瓣儿就叠出来了。其实一个花头，还有一个花头，还有的花瓣是朝下的，明白了吗？有的花瓣是朝下啊，谢谢王老师的关注啊。它的有些花瓣是朝下的，然后这有个大豁口，给它盖起来。笔蘸一下白颜料啊，这个大的豁口给它盖住，笔蘸一点紫色啊，蘸一点紫色，一点点的紫色，一点点的曙红，点胭脂啊，来晚了，没关系啊，下次早点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尖顶往回按，看见了没有？停。就什么叫停啊？你不要停，你还盖过去。什么叫停？你看再看一遍，点，按，停。什么叫停？直接拿起来叫停，好不好？对，直接拿起来叫停，你不要停，你还带过去一笔，那就不叫停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叫停了啊！还差多少呀？谢谢你们。对，你不要就是说叫你停了，你还使劲的往后盖那就不行啊，往后盖就不行。好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，这个在课程里啊，在课程里，你看。最后这个小豁口搁这点一下，带一个小侧瓣下来啊，往里边调2下啊，对吧？调出一个小侧瓣，你看，填一填，是不是又花瓣出来了？层层叠叠的花瓣就很丰富啊，对吧？层层叠叠的花瓣就很丰富。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这有个大豁口，就是你每一个花瓣一定要整一个表达到它比较完整啊。你看，点一下，2下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3笔就画出来了啊？3下就有了。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笔蘸点白颜料啊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颜料。蘸一点曙红，再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曙红，用的是5.2厘米的，我是5.2厘米的，5.2。
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给它拖一拖，多画几个瓣都可以。点按上去，折一下。你看，就是你下笔轻轻的往下轻轻的点就行。你看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轻轻的往下，你看我这样挪啊，挪动，你看这个花瓣就有了啊。就是你颜色只要比较薄的情况下都可以。谢谢，还差1万吗？谢谢你们。今天那么快啊，曙红再沾点胭脂啊。这一边你看，笔尖从这里带一笔，哎，往上拉。阿宝，我人在你还偷喝？不许偷喝！有人想偷喝我的眼药水，走开！他在伺机偷喝。啊，你看加几个褶瓣进来，阿宝在各种想准备偷喝了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啊。OK 啊，好像画的，这样整一个花瓣就出现了，然后你下面叠一些浅色的花头就好了。能听懂吗？听懂给主播打个1就行，听明白了就打个1就行。啊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们明天还画这个也可以啊，明天也还可以画这种啊，都行。蘸一下白色，对，它一直是那样，白色加点3绿啊，白色多加点3绿。一会儿我们画叶子啊，画叶子了，我的叶子不多哦。叶子不多，白色加点3绿。你不要担心，就是昨天刚拍了课的家人啊，你们呢就从基础的开始画啊，你们就从基础的开始就行，好吧？紫色曙红，画了就交过来，我会看的。对，画了就交过来，我会一个个帮你们看。这个地方点一笔，往下盖啊！你看这个颜色呢，就是比较赞的啊，谢谢大家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一个底，一个朝下面的啊，朝下面的。现在我们还没有，我们再加这个缺瓣啊，加个缺瓣。什么时候吗？我是这样的，我其实按理说，我1周里边我基本上都会去点评，但是我这2天在帮大家录精品课，因为课程不是在升级嘛，所以在帮你们录精品课，然后我就拖了一下，我这2天就会把作业讲完，因为我这2天在帮大家录精品课。其实一个课程它从录制到制作上一个完整的4尺啊，它要1个礼拜时间，整整1个礼拜，一直在搞这个课，因为给大家呈现一些好的课程。然后呢，有些地方啊，我们需要去调整，比如像这个地方，你看点拉长啊，像这种颜色比较浅的瓣给它加一加。所以但是我这2天也是在把大家的课做成笔记在做的，然后我做完了之后我就统一的发出来。你看这样一个啊卷瓣，一个啊绿色的啊一个绿色的花瓣，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是3绿加紫色，因为这个花头它需要有一些一个阴影瓣啊，阴影瓣在后面，你看加一些朝下来的。对吧？加一些啊往下垂下的小瓣，无法呼吸，不是吧？蘸一下3绿，蘸一下再蘸点紫色，蘸一下曙红，蘸点胭脂啊。对吧？要是你就不敢加了，你加了没事，还没做作业呢，你得做呀。对，你做了，我就会看。什么是阴影瓣？就是后面有一些颜色它比较深的瓣，
要敢加呀，你别不敢哦。因为我们还有叶子，到时候叶子啊什么的都得一起处理的，对吧？好了，这样一个花头就完成了，就可以喽。OK， 这个花头，这个是我们基础款的包菜花头，这是我们零基础款的啊，零基础款的这个包菜花头，零基础款的包菜花头啊，可以截个图，喜欢的可以截个图啊，然后按照我们之前我们讲过的，我们一个家人姐姐说想看倒景啊，你看笔蘸曙红比较深哦，她喜欢看倒景，所以说我们就笔尖蘸曙红啊。点下来一笔，看见没有啊？下笔要快啊，下笔要快。倒景这个花头，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？它呢就是它的花瓣就是有红色一条一条的这个线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加几个比较简单的啊，你看落笔要快，知道吧？倒景的花瓣它就是这种有一条条红色的线，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啊？就是倒景的它的一个特别的品质啊，它品种就是那样，对吧？它的白瓣里边会加一些红色的，特别特别红。这个时候你就加这个，你看。曙红加多少？这么多，一块一块的，看见没有？就加了一块一块的啊，成块状去加这个颜料。你看，点往上一翻，学会了没有啊？就很深很深的，这样它就不会阴开，这样它就不会阴了啊。你看这样一个。对，它不会阴开，因为你如果说是加的水分比较多，它就会断层，对吧 ？OK 了，这样一个花头就出来了啊。可以截个图啊。截完图，我们现在画一下叶子啊，画一下叶子。这个上面啊，朝右边走啊，朝右边走，朝左右朝右边走，然后呢，叶子朝左边，明白了吧？花头朝右边，叶子朝左边。杂花课我再给你们，对，课程给你们再录，然后我想一次性把它放完整了啊，一次性给它都放进去，因为那样子一个个录，然后很慢，一节一节课跟的话，然后我就录了好多，然后我想一次性全部放进去，然后你看这一边都朝这一边啊，就是我们的花头朝右边转，叶子朝左边转，知道吗？你看用笔咋用的？你看啊。笔尖下边这个地方顶，你看顶到这里啊，点按下去，拉长一半，看见了没有？笔按下去拉长一下啊。你这个叶子可以画大一点啊，可以画大一点。你看，然后这个地方旁边这，你看点侧过来一下，是不是又一个小叶？注意回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注意回一下。这一边呢也是一样，点啊拉一个小小的侧叶，旁边这个地方啊，你看，点带出来一笔，是不是一个小小叶子就出来了？对吧？明白了吗？一个小叶子就表达出来，这是一片啊，单片叶。继续的蘸一点藤黄，蘸点花青。你叶子需要减肥不？不用了，挺好。每个人都有对叶子有不一样的理解的啊，不一样的理解。好，谢谢。你看这个花瓣，你看啊，朝这个地方点，哎，按一下，笔尖朝外推，看到没有？朝这儿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把它的势往一边走啊。啊，这个势得往这块翘起来，这样才漂亮。你看，对吧？小尖尖就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地方点，你看你的这个叶子就出来了啊，看见了吗？是吧？一个小叶儿就表达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往上去加，再往上去加。对，大家你要相信管理员。蘸一下墨水，蘸一下花青，因为我基本那些东西
有一些稿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太小了，有些大的我就自己留下来，有些小的留着也没什么，所以基本都是给你们的。蘸一下墨啊，蘸一下墨，稍微大幅一点的这样子啊，那种都很美。好的，谢谢。你看啊，另外一个小叶儿，你看啊，给它侧过来，你看旁边这个地方笔尖点折，看下来一个小叶啊。对，同款等待，不着急，没事的。我也因为我放那也不干嘛，我都够多了，每天都在直播都够了这个手稿。你看这个叶子是怎么来？你看啊，是朝这一个侧缝里边塞出来的。对，侧缝里边塞出来，因为管理员他还是比较细致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前面还有个叫海豚，有个叫海豚小程序的，你看是不是一个侧进来的叶子就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就经常在问啊，我前面还有个海豚小程序，你看加进来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朝这儿点，你看哎，过来一片小叶啊，小叶。对吧？一个小叶子，对我们有些老学员就知道，对吧？你看这样一个叶子组合就有了，看到了吗？叶子不多啊，简单组合就好了。叶子不多，简单组合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啊？就只有小作品啊，只有小作品，就是你们在课程这边拍就行啊。对，因为我们昨天优惠的期已经过了，如果今天晚上有很多人想要这个的话，只能开一次这样的秒的也可以，但是那个跟昨晚上这个价肯定不是一样的，肯定不一样。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花青，因为其实已经回到原价上面去了。蘸一下花青，对，我看看有多少人，蘸一下花青，又开团可以开出来的。蘸一下墨啊，蘸一下墨，稍等一下啊，好，我继续的啊。你看这个小叶子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在这个旁边往上走，等我这个叶子画好，不着急啊，等我叶子画完啊，大家给主播点点赞啊。你看我的这个小边边上啊，你看朝这个地方呀，我填一下啊，你看点按，你看推点停，拉出来啊，拉出来，是不是出来一个小尖？因为主要是我一个课其实也不贵，完了我还送一张稿，还送一张小手稿，这样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稿，对10个人差不多可以拼一下，你看再填出一笔小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每一个学员我都想给他张稿，让他可以可以学一下嘛。看这样再填一个小本啊，开个团可以的。1、2啊，你看，再填出一个小叶啊，一个小叶子。这个叶子就是什么？因为我的叶子是什么？叫牡丹要3叉9顶，3叉9顶就是3个底儿为一笔叶，为一片叶子，这样能听懂吗？3片为一笔叶子。毛笔清洗一下，哎，我蘸一点这个啊。蘸一点这个花青，来一点点，然后你看我周围的叶子也可以加，对，我周围叶子也可以加，因为其实挺早就是那个价，但是因为有一个粉丝说了一句什么，他就触动到我了，我觉得好像他说的也有道理，因为他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提，因为他说。就是说让大家都可以有学习的机会嘛，这样子。然后你看这边这个叶子啊，你看一片，你看啊，这几个小叶子是填到下面去的，明白了吗？你看，对吧？你看，啊，你看这个小叶子就出来了啊。这样一个小小的叶子就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直播间基本上说了会给一张手稿，那肯定是会送出去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也有排一个前面后面嘛，先来后到嘛。因为我就一个人在生产手稿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浪前面还有一个叫海豚知道的，我最早是在那个平台上面，你看，哎，一个小小的啊，小叶儿，哎。
再来一个小叶，你看，把这种小叶子多加一点啊，你看，有些叶子呢它比较小，比较小，你看，对吧？添一添，添一添，给它添出来。那你看这一边的这些小叶，它就是比较小啊，就是比较小。然后我们画一下上面那个叶啊，画一下上面那个叶。然后再对蘸一下这个花青，对，确实画，因为我这样每天我都要做直播，然后画手稿嘛，蘸一下这个啊花青，再蘸一点花青，蘸一下下花青，然后呢再蘸一下我们的墨水，一点点墨水啊，一点，对，蘸了墨，这个是纯花青，颜色比较薄的是纯花青。然后你看我在这个边边上面啊，你看我加一些这种小的这种叶子，你看加这个下边，你看这，对吧？加几片小的叶子也可以，加几片小叶也很漂亮。对，中间有一批是弄丢了很多，赔了好多钱那天那次。好，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藤黄。中间有一次整整一批都丢掉了，疫情戴口罩那一次，藤黄，然后蘸一下三绿，藤黄蘸三绿，然后蘸一下我们的胭脂，蘸一下胭脂啊。好，看一下我们这个，对，我们整一个这个往上画，画一些比较画枝干。现在开始啊。叶子的基本造型已经定好了，以后我们画枝干。你看枝干怎么画？藤黄蘸这个，藤黄蘸胭脂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哎，开团吗？可以啊，现在好吧，开一波团吧。稍等一下，我给你们开个团。对，等一下帮你开个团吧。然后我们现在画一下叶子。OK， 只有30分钟。OK， 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枝干啊，画枝干。已经开了。我们现在去画一下枝干啊。枝干该怎么画？你看，我们顺着这个小边儿，你看啊，从这个地方点折一下，从这个地方给它折进来啊，给它折进来。藤黄三绿。藤黄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从这个地方去折，然后你看有些地方被遮挡住了以后，你看啊，下来，哎，落笔要快速点啊，你看下来之后到这个地方，你看点停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折进来啊，有特点是吧？你看你这个枝干，今天我们这个枝干画的啊是这种方的，侧笔走下面啊，侧锋走的下面啊，然后你看顺着这个边边上，你看啊，哎，先点一下，先往里边点一下啊，先往里边点一下，然后呢，哎，向外一翻，啊，朝外面翻上去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就是加粗了一点，加粗一点点，对吧？提一下，加粗一点点。课程的团啊，可以，已经开了。那拍过课的就不用去参加团就行。好，你看我们继续的在这边再添一下，这边再添一下。这个小边边啊，你看我顺着这个地方，你看点，你看再出来一下，一定要去添。对，就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添，不添就不清楚，不添就不清楚啊。然后我们用这个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枝干继续去组啊，去组合。你看它不是顺着这个边边上去吗？朝这儿，你看啊，哎，点进来一个小针儿，是不是点进来一个小针儿？然后呢，你看再往上分出来一个小叉啊，分出来小叉，你看点到上面去，对吧？
你给它分几个小枝杈出来啊，给它折上去，折上去。然后呢，我们蘸的我们的花青，多蘸一点啊，多蘸一点花青，蘸一点墨水啊，在这个藤上面呢，啊，在这个比较细的这个枝干上面去画这个叶儿，点一片，多放点花青，花青要多一点，再来一点墨水啊，一层层的往上加，你看。对吧？你看你这个小叶子给它叠出来，叠出来。注意的，叶子要层层叠叠的。今天晚上的叶子以大为主啊！你的问题吗？你问了啥呀？你说开了啥是吧？我说没有开什么，对，我说没有开什么。如果你已经有课的话，就不用管这个开了啥啊。你看小折叶，你看像这个地方折过来啊，小折叶。像这个地方给它折一折，对吧？有一些叶子啊是遮挡在这个花后边的啊，有一些小叶，3号课吗？3号课没有，3号课是持续更新的，一直更新中啊，一直在更新。今天开的是团，不是秒啊，没有秒，今天就开了团。你看这一块，你看叶子给它处理一下啊，处理，然后颜色调的浅一点，你看，简单给它点一点啊，这个叶子，对，这都是遮挡关系，给它简单的表达一下，简单的表达一下，你拍过之后会有人去教你的，管理员去帮一下他们就好了啊。好，这个地方颜色填的比较啊，你看。一个把它拖的比较亮，这一块拖的比较亮，然后你横过来，这个一个老枝干加上去，老枝干我用的是赭石，赭石，对，你喜欢这个花，咱们明天来讲这个就行。赭石加老墨，家人们啊，蘸一下，你看，赭石加多一点，赭石加多一点啊，然后加什么？老墨，我的墨比较黑，你看。这么干的墨去画，知道吧？哎，好的，特别干的墨啊，特别干的墨，就是你的笔里边没什么水分，然后呢稀饭，你看，给它这样子，把这个笔杆给它松开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样能理解吗？你把笔杆给它松开，笔杆给它松开就行。听懂我打个1，笔杆给它松开啊，松开。然后你看，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啊。左边点一下，右边点一下，是不是就开始折进来了？注意的，你看，先给它这样短的折一下，再横着往里边折，先短的折一点点，然后再往上挑，往下折，看好了，点1、2，好，往上翻一下，1、2，干嘛呀？你能帮我抱一下他吗？他一直在扒拉我，你看。给它翻一下，是不是折尖？今天这个枝干折的也很有意思啊。然后你看毛笔的笔尖，你看啊，顺着它就呲了一下，啊，把这个毛笔，就很多人在调整它的时候，你看，你把笔给它甩干啊，甩干，毛笔笔尖甩干，蘸一点我们的干墨啊，蘸一点干墨，是不是很干啦？谢谢我晴雨姐姐，好久不见。你看笔尖顶一下，你看，拉下来，拉，看懂了吗？对，这个学会了没有？就是教你们就呲啦这东西啊，就故意的把它这样子先翻转过来，然后把它给拉下来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点，看到了吗？就是把这个毛笔给它散过来，应该去擦它。这就是你们喜欢的这个枝干，是你们应该喜欢的就是这一款，对不对？很多人。之前就有人跟我讲过，老师，我喜欢这个啊，来，学会了没有？对，这个学会了没有？就是把它给，对，留白，对，可以留白，就是这样子，毛笔这样子啊。很多人跟我说喜欢这个，说这个好学又好画啊，你看，学会了吧？明白了没有？就呲出来啊。就是你毛笔这样
稍微滚一下，侧一点，里边一定要有什么感觉，就这种感觉，你像画坏掉一样啊，转折，让它有点什么。那这个地方比较粗，这个地方比较细，所以你可以加点这个东西嘛，所以能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干呲啦，对，所以你这里就可以加，不然你加不了，啊。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加一点点，不然你就不好加啊，不好加。理解打个1啊，听懂给主播打个1，谢谢。对，理解了就打个1，对你能够听懂的或者理解了就打一波1就行。好，很好。然后笔蘸一下白色颜料，笔蘸一点白颜料啊，蘸一下白颜料。然后我们开始去画什么？去画它的干啥呀？尿了。哦，蘸一下花青，散锋加枯笔，记住了吗？记住给主播打个1，自然一下就好了啊。好，蘸一下花青。每天几点开课？我一般都是8点，但是我一周也会休息2天，一周也会休息个2天啊。你看，然后呢，朝下面添几个小点叶子，你看盖过去，盖看到没有？盖一盖，啊，去盖一盖。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去盖一下啊，去盖一下。这是怎么盖呢？用几个小笔触，你看1个、2个、3个，对吧？你看这是第一组，再来一组，对吧？我们对，都在研究这个呲啦加转锋是吧？好吧，我是不是表达的比较诙谐是吗？你看这里啊，添几个小枝干去遮挡着你的树枝啊，去遮挡一下树枝啊，遮挡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画一个小小的花苞，画点小花苞，笔蘸一下白颜料啊，晚上好，笔蘸一下白颜料啊，白色颜料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颜色挡住了啊，哦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啊，这样不挡了吧？然后笔蘸一下白颜料。然后呢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，多放点曙红。哎，晚上好，好，下面呢画一个什么小花苞，让它完整一点。笔蘸点曙红，然后画个小花苞。花苞画哪里？我就画到这个地方啊，给它遮在这个里边。首先点，推，看用笔啊，看用笔，家人们啊，看用笔。就是你看，我是一个方角入笔的，方角去切，能听懂吗？再沾点胭脂啊，方角去切。你看这一边笔尖点一下，按一下，看懂了吗？方角去顶出来这个小花瓣啊，去顶出来。昨晚上的，昨晚上不好。好吧，你看这个地方，那对，今天就只有这个优惠了啊！你看这个花瓣是往上折的啊，你要睡觉，我也快画完了啊！你看这个花瓣是往旁边折的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蘸一点点的胭脂，一点点的胭脂，熬不住了，好的。你看接下来的花瓣是咋画的啊？你看笔尖先点一层。先点一个小瓣，点一个小瓣，啊，怎么样把你的花苞？你看，点一个小瓣，这个地方你看添一下，再折一个小瓣，过几天399，等我刻到240节，250节吧，对我这个原则还是有的，250节的时候再去那个啊，好，继续的，不过250节太难听了，251节吧，好点。你看这个小花瓣就是层叠的啊，层叠的往下走啊，往上走，点往上一摁，你看花瓣翻过来，对吧？你这个小花瓣的翻转了，一定要把它翻得漂亮一点，一层一层的去翻，沾点胭脂啊。你看很多小空点折下来，对吧？很多小空给它盖起来，盖成一个花苞的质感就行了。校友给拍一下吧，校友啊，你也是校友吗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往上折，蘸一下曙红，
继续向旁边这里点一下，哎，折进来，你看这样一个小花苞就出来了啊，好漂亮的！哎呀，我亲姐终于说话了。好，你看啊，然后又一种花苞，对，它用笔就比较，这个用笔结合什么？结合了月季，家人们知道吗？结合了月季花的用笔，还有玫瑰花的用笔，就是这个，就这种。这样能理解吗？希塔拉啥？水瓶，对，有点类似于玫瑰和月季的画法，是的。但是它不影响它是一个牡丹的花苞啊，不影响的，是不是？它不影响，但是它的画法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月季啊这些东西啊。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就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有开团的，开团是210，也还可以了。对，开团的是210，一点点，因为肯定要跟昨天的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才能被大家接受啊。好，蘸一下藤黄，现在有开团的，你去后台直接就可以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我们，你看多放点藤黄，多放点三绿啊，多放点三绿，多放一点点三绿。再放一点点花青，你看放一点点花青，笔尖蘸点胭脂啊，你看好了。现在这个花苞咋画？你看笔尖顶着它，你看，哎，一个三角形，看见了没有？一个小三角形啊，水分少一点，不要太高，对，基本没啥区别。对，你看一个小尖，你看这个地方再点一点，看到了吗？点出几个小小的小尖尖，能明白吗？看10节课，对，因为还会长，是的。你看一个小小的尖尖就出来了，然后呢，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点一下下啊，带出一个小芽。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小芽的话啊，你看，点出来，对吧？这样一个小小的包就有了。然后笔沾点胭脂。就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啊！你看，一下两下，给它折起来，然后呢，顶一下，1、2折进来，3、4、5，是不是就翻出来？是吧？谢谢。你看往上翻，往上翻，然后呢，在这儿你看，点挑上去，落笔快点，往上一挑，往上一挑，是吧？那说明还是有潜力的哦。你看，注意了，这两个枝干是错位的，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，让它有点小错位，好不好？你看，那说明还是有潜力的。课程很深啊，课程里边因为没有它有一个镜头，其实课程里边更接近于原色。如果你看的是第1节课，那是基础课，就是要颜色很深，你们才能进行分辨。这样能理解吧？基础课前15节是基础课最简单的，中间第15课就可以入门了，然后后面呢是一路提高啊。蘸一下我们的三绿，前面第10几节课是可能也会比较枯燥，因为讲的内容非常的少，然后后面就会慢慢的加多。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，然后你看。我继续的，你看画一些小方瓣啊，你看笔尖点一半啊，一个小瓣，你觉得不够大，你可以像我这样，你看加大一点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又来一半啊，又来一半，对吧？小小的小叶就折起来了，是不是小小叶子就折起来了？笑啥呀？这一个小小的小叶，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过来，你看这样过来嘚儿。对吧？再加一片啊，好美小花花，喜欢就好啊。下面一个小小的叶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毛笔清洗掉一点点啊，一点点这个水分，稍微清洗掉一点点水分，沾一点点的赭石，一点点的赭石啊，沾一下花青。对，你们喜欢的话，我们明天还讲这个也可以。构图可能就换一个啊，构图可能就会换一换，会因为一直讲一个会很单调，你看。我们使用的是浅色系啊，加了一个后面的虚影这个部位，你看这样去折啊，你看这样去折上去。毛笔压成这种，对，今天在课程里是的，毛笔压成散峰状，你看
笔尖点一下，1、2、3，看到没有？直接下来，一点点的浓墨，你看上去，就一扫而上，一扫而上啊。8点左右，8点半差不多。但是我一周也要休息个2天差不多啊。然后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点一下啊，用清水去画，用清水知道吧？颜色比较浅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有人跟我讲这是什么遮挡关系，你看点过来，看见没有？扫过来，对吧？用一支清水，用一支清水，然后呢，叶子往旁边加上去。毛笔就是清水啊，一点点的黄，一点点的绿，你看，朝这儿点大一点啊，一个叶，看到了吧？清水啊，清水，对吧？颜色非常浅，非常浅。它可能干完之后就没有什么色了啊，它干完水之后就可能没有什么颜色了，这才是重点。好，蘸一下藤黄、3绿，蘸点胭脂啊。干完之后就没有什么颜色了，其实，你看这个边边上，点一支出来。啊，你看，这样一个完整的啊一个作品就完成了，对吧？喜欢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啊。今天的叶子真的很少，我跟你说，跟大家讲，今天叶子真的超级少，真的很少很少的叶子，一点都不多。是不是叶子很少？我今天画的叶子，你看，对吧？超级少的叶子啊，花蕊是吧？画质小黄车里有啊，4号就是啊，4号就是啊。然后我点一下花蕊，花蕊我就用这个小笔，今天叶子也很美。其实都差不多，叶子就是你经常画啊，其实差不多，比这样太白是吧？正好，这样太白。对，今天叶子是真的很少呢，一点点，我不敢画多，画多了会造成恐慌的。就很多人就担心今天晚上又画不来了，或者明天作业交不上来了啊。这个圆形我自己剪的，这是自己裁的，自己剪的，蘸一下3绿，在这个地方画什么呀？画一个小五角星。你看啊，1个尖、2个尖、3个尖、4个尖、5个尖，像不像一个五角星啊？然后你看，加大一点，加粗一点。对吧？一个小小的五角星就好了。如果你那个花头比较大，你就把五角星加大啊，然后是白色加藤黄，太白加藤黄，看见了没有？然后呢，以白为主，黄色比较少啊，太白加藤黄，以白色为主，黄比较少，不要黄色很多。好，这个，然后我们来点一下花蕊。一会儿需要点金墨啊，对，喜欢的话点点赞啊。白色加上我们的藤黄，然后看一下花蕊是怎么画的啊。花蕊一共是分5组，分的是5组啊。你看，第一组在哪儿？在这个地方，从外到内到哪里？到这个花瓣的里边，这样知道吧？你看第2组在这儿，分得开一点。第3组在这儿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分组分出来？分3组就够了，分3组。而且它是什么？它是一个斜着侧着的，所以是3组啊，斜侧3组。好，我们今天第1组会画一个小扇形，你看啊，看到没有？围着那一个画成一个扇形。然后呢，去加，你看在扇形里边，你看往里边加就行了，不要加出去就行了。花蕊会了吗？加几？啊，我不是厂家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分成一个小扇形，然后呢，
1、2，按一下，拉一下，按一下，拉一下，按一下，拉一下，按，你看，这样会不会好理解了吗？今天晚上这个花蕊画法，就是画成一个小小的扇形，画成一个小扇形，这个地方也一样，1、2，是不是？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好的，对，它是不是又画成一个扇形？看见了吗？对，又是一个小扇形，啊，管理员在吗？啊，往里边加，往里边加。我们这个3号课程是这样的，对它的一个，对它的那个，它的前面15节课是零基础的，颜色用的很深。然后呢，中间是15节课呀，中间15节课。Hello， 萤火虫姐姐。Hello。晚上好。你看这个花蕊看见了吗？看见没有 ？OK， 然后朝这个上面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往这个地方加一加。看这个花蕊是不是就出来？今天花蕊学会了没有？是不是很简单？今天花蕊学会了打个1。花蕊今天学会了，给主播打个1啊！今天这个花蕊真的不敢发不敢发声了。天哪，你明白。好的。好，能听懂就行。然后我蘸一点这个，然后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是金墨，你看这个叫金墨，你看笔尖点一点金墨，点一点点金墨，在哪里加呀？二次加啊！不会的，这个你绝对会，你看。看见没有？把金墨直接覆盖在上面，这样你的花蕊它会比较亮，覆盖在你的这个你看花蕊上面啊，它会有层次叠加感，会比较好。有花蕊的笔吗？有啊。花蕊笔在。蕊丝要加吗？蕊丝不用，蕊丝不用加。对，蕊丝不用加，它是。不用白色加吗？可以不加啊。然后是链。这个花蕊笔在链接几？链接6啊，链接6。OK 了吗？这个花蕊学会了没有？会了 ，OK。对，花蕊学会了。金墨是金粉吗？不，是这个。花蕊现在学会了没有？简单吗，李大姐 ？OK， 然后我们勾下叶脉啊。叶脉很多人跟我说叶脉勾不好的，你看过来，我教你怎么样勾叶脉。很多人是不是说叶脉勾不好？是这个。很多人都跟我说叶脉勾不好，来看过来，怎么样勾才漂亮啊？勾不好的人，你拿一支这种呢，这个就是写字的相机，我也不知道咋连进来的，挺多的，其实每天都有人连进来啊。然后蘸一点胭脂，你看，笔蘸一点胭脂啊，笔蘸一点点胭脂，看见了吗？你用的几号呀？介绍课程内容吗？稍等一下好不好？婉儿姐姐，稍等一下，一会儿我打开给你们看吧。一会儿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好，你看叶脉画不来的人，你看过来啊？对，你看这个地方是这样，你看笔尖顶在这个叶梢点一下，你看拉直，拉到尾部收笔，知道吗？拉到尾部收笔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再分出来一个尖，你看，因为牡丹的一片叶子是分为3个尖的。这样能理解了没有？你如果手不稳，就能像我这样扶着它画；如果你稳，就能站着画啊！你看，从中间，你看头上不要，下面宽一点的地方，你看一片打个勾，2个，这样会吗？要往回收一收笔啊！你看这个可以直接可以把它连成一片叶子，你这样明白了吗？可以把这个呢1、2、3连成一片叶子。而不是说画的时候单瓣画，你单片画，它就不是一片叶子。你看1、2、1、2，你看是不是看上去他们就是有课的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对，一会儿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课是什么样的吧。你看这个就是它就会连在一起。所以怎么勾叶脉你们学会了吗？你看这个地方下来。你看有些颜色很浅的啊，这些颜色
这些颜色非常淡的啊，他们是啥团队？对，他们是一个小团队，是的，就要连在一起的，是一个完整的一片。很多人勾着就勾的什么桃花的叶子啊，梨子的叶子，这种分开了，那不对哦。你看，是一组里边去勾的，所以说你不要勾的单片的勾，单片的勾，它就不是牡丹了，你这画成其他的东西了啊。你看，看见了吗？基本都是成连着的啊。稍等一下好吗？啊，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课程是啥样的，好吧？不着急，然后你再决定也可以。OK 啊，这样就是一整幅完整的作品了，大家可以截个图。所以叶脉怎么勾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对，叶脉是怎么勾的，你们能听懂吗？